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的是铝合金材料的认识。那这里呢，我们以铝合金来讲的话呢，我们又以铝几型呢是最为经典的。好，因为铝几型它的应用层面是非常的广泛。那今天呢，就会有几种介绍呢，来让大家认识一下铝合金这个材料。那一开始我们会透过铝合金我们常见的一些素材，以及说它的表面处理呢，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认识。那这边呢，我们最经典的就是铝合金那它到底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我们会大概做一个简单的解说。然后呢，我们透过几个应用的范例呢，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铝合金呢，究竟是我们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以及说它要怎么去做搭配的应用。让大家来更了解铝合金这个素材，以及说铝几型呢是怎么来做应用搭配的。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跟了解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铝合金的素材。那一般我们常见的素材呢，不外乎画面上这几种这里列了这6种当然也有其他的种类。那这边呢是以比较常见的来跟大家做个解说。第一种是圆棒，圆棒的话中间我们是属于实心的，然后以及说圆管，圆管的话中间会有空心的。那这一部分呢这边所介绍的一些素材呢，它的尺寸都是非常的多。那因为这里呢就列出它的形状而已。关于尺寸的话，我们就要找我们的材料商它应该会有更详细的一些细部尺寸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因为一般呢我们的素材就是要拿来做加工使用的。有可能是车床或铣床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接近我们的零件的一个素材的尺寸，然后呢来做加工。我们第一个呢材料比较不会浪费那么多再来呢我们加工成本也会比较省的。那第三种呢是扁条型的那这边一样呢是实心的，以及说四角形的也是实心的比较多，以及说六角形以及角铝这几种呢我们就在铝合金的素材是非常常见的。那等一下后面呢会提到一些铝合金呢，它有一些素材上呢有什么热处理或不可热处理的等一下后面有讲解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那这里呢就让大家先来认识一下关于铝合金的素材，我们最常见的这几种状况咯。接下来呢要介绍铝合金当中最经典的铝几型。那铝几型呢，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它是铝合金呢透过挤压成型所以称作铝几型。那这边呢一开始前端呢我们就有一个圆柱状的铝材料，然后它是偏短型的。我们透过设备呢把它加热挤压，然后通过模具，然后模具的断面呢制造出我们想要的形状。这就是铝几型它的一个流程。当然这过程中呢有一些比较多专业的部分，那这边呢画面上是没有表现出来的。设备上还有其他的，那这边最主要是让大家来了解所以用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来呈现。以及说模具方面呢，在铝几型的模具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这部分呢也是仅供示意那细部的地方呢也没有表现出来。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一般模具呢会分成2个，一个内一个外一般呢是这样是比较多的。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最终想要的形状是这样，所以呢其中一个模具呢就会负责它的外形的部分，然后呢第二个模具就负责它可能有内孔或是有中空的地方的部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会透过2个模具那这样子来把它堆叠成型。那这里呢因为呢它是会有悬空的情形，所以我们会做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铝加热之后呢会透过这里的缝隙呢填满那这边示意给大家看一下，大约是这个样子。那我们透过铝材料加热挤压之后呢，我们会先透过第一个模具，那第一个模具之后它就会渗透过来那这边给大家半透明类似这样渗透过来之后呢，就会经过第二个模具那这边中空的地方呢就会保留出来，然后一直挤压到这边之后，挤出来的断面这里呢就是我们最终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所以一般铝几型呢它都是可以抽非常长的是很长的，可以抽出来。那抽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有后续的冷却，然后一般呢头尾都会切除以及说整直以及后面的一些阳极处理等等的所以最主要铝几型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像这样其他的形式一样，我们也是透过这里呢铝材料加热之后，透过模具，然后当模具过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一样是有悬空的地方呢，把它做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模具才能够成型嘛。然后这样子透过这样子挤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具做成型。然后成型之后呢，我们的铝脊型呢，我们边压的时候就会边这样抽，所以呢，它抽出来的时候呢，一般铝脊型所能抽的长度都非常长的可能好几米甚至10米以上都有的。那这里呢，最主要就是介绍一下铝脊型它的模具以及说它怎么是被抽出来的这边让大家简易的了解一下咯。再来呢，要来介绍铝合金材料以及阳极处理那这里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铝合金。铝合金跟铁一样呢，会氧化。那氧化之后呢，铝合金在表面就会形成一个氧化铝来做一个防腐蚀的一个氧化层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如果做阳极处理呢一般呢就是要增加它的耐腐蚀性，以及说有一些机械性质呢会变好那部分呢我们会再做一些热处理的强化那这里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这边呢材料的部分会分作可热处理强化跟不可热处理强化那这边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一般我们这边可热处理强化呢，有2字头、4字头、6字头、7字头。那一般我们6字头跟7字头呢是比较常见的，那4字头呢是只有部分的。那这部分呢，那我们大家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主要呢，我们会比较常看到6字头，6字头我们是最常见的。那这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不可热处理的部分。不可热处理就是135这一部分。那这边细部的地方呢，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这边呢，我们不用太详细的去记它。那这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热处理6系列跟7系列。那这边呢，6系列的话强度是中那耐腐蚀性是加的。那这边7字头的话，就是它强度会更高，但是耐腐蚀性会比较差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6字头我们常常会看到用在结构上或是一些机械的一些结构里面，我们会常常看到的。那这边热处理里面我们又分成T4、T5、T6，我们常会听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概来了解一下。T4 的状况呢，一般呢我们强度是中的，延展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固溶处理呢，一般就是我们在做完之后呢，我们让它自然时效我们没有再去做加热。那一般人工时效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做特定的温度来加热所以呢我们就有做一个热处理的一个强化所以它的强度呢可以到中至高，但是它的延展性就会略降。那这个 T6 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我们做固溶化之后呢，又再做一个加热有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之后来做一个强化所以它硬度呢是可以很高的，强度硬度都可以很高，但是呢相对它延展性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看到 T4、T5、T6 这几种的状况呢，就会发现呢，它呢是有一些对比关系的。我如果强度高的话，延展性呢相对就会比较低。那我如果强度呢中的话或是比较低一点，它相对延展性比较好这里呢就会有一点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呢会取一个中间值来做一个我可能要强度中至高，那延展性呢不要那么低甚至说你可能有其他的性质，一般呢也会做到 T6 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如果大致上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大致可以理解是 T4 加 T5 等于 T6 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大概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们会看到阳极处理。那阳极处理呢，我们其实阳极处理它也有非常多种类可以去做选择的甚至有不同的颜色。那这边呢，我们大致上来理解一下2种就可以了。第一个，我们是一般的阳极处理，也就是说硬质阳极处理。那硬质阳极处理呢，我们又会简称硬阳处理。那硬阳处理的话，一般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颜色的选择是不多的是属于深色系的。那是因为它的那个处理过程的缘故。那一般阳极处理呢，我们可以做比较多的颜色。那这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阳极处理呢，氧化之后呢，它的氧化铝的涂层呢就会比较薄。那这里呢，可能有人会困惑说，阳极到底是我们的材料的表面呢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那这边呢，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它就是增加，因为它多一个涂层。所以一般阳极处理呢，它的涂层是5到25 μ。那硬质阳极处理的话就会比较厚，25到150 μ。那这边呢 μ 的话，我们把它除以10，除以10就是 mm。那这边我们就会比较好理解的，以及说我们的几个处理。那这边我们把它分3种处理，我们在阳极处理里面分3种。第一个是原色处理就是本色这个就是比较一般常见的。那另外2种，当然还有其他的，那我们就分2种来看，亮面跟雾面。亮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化学抛光或电解抛光。我们在表面呢，把它做一些抛光。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铝合金的表面有一些可能有瑕疵或是刮痕，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呢，稍微把它做抛光的动作。但是它有个缺点，有时候呢，反而呢，我们会看到刮痕，这边也要去注意的。但是它的表面是比较亮的甚至可以做到像镜面这样子有时候是外观的缘故，也可能会做这个处理。那第2种呢，雾面处理。雾面处理的话呢，我们就是一般我们如果表面呢有一些不美观，或是有毛边或是有什么样的处理你要做。第一个我们比较常看到是喷砂。喷砂之后呢，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表面的一些它的粗糙度你可能会需要把一些刮痕或是有一些毛边给去除掉，我们可能会做喷砂，或者是我们用化学的腐蚀。那这边呢部分呢，我们有时候在做雾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些化学腐蚀，所以腐蚀的时候呢，有可能你会把材料铝合金的材料变小。那变小之后，我们在做阳极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跟原本加工完的材料是有落差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遇到说铝合金去做阳极处理之后，发现怎么尺寸呢有改变呢？一般尺寸应该要变厚的，它反而变少了。那有可能是在做腐蚀，有时候甚至是退阳。退阳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方退掉，那我们可能是用化学的方式所以把铝合金的本身的材料已经腐蚀的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在做阳极处理之后会发现处理完之后发现比原本尺寸还要小那这一部分我们就是要去注意的地方那这里呢，我们大致上来了解一下材料以及阳极处理的部分再来呢，我们来要介绍铝合金的一些加工的应用那加工应用呢有几种，我们可以做焊接，我们可以来做锡钻孔、攻牙、车或者是组装这些呢都是铝合金或铝极型当中呢，我们很常看到的一些后加工的处理应用那这里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铝合金呢，我们来做一些组装一般我们常常看到铝合金会有一些凹槽，凹槽里面呢，我们就会搭配一些肋，那肋当中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螺帽。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螺帽的地方呢，它就运用螺丝呢跟这边呢做逼紧的动作，因为里面呢它有一些凹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固定住。一般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我们没有透过焊接，只有简单的螺丝、螺帽以及铝极型它的沟槽呢，我们就可以来做很多的一些组装所以变化是非常多的所以这部分呢，就是铝极型呢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可以去做一些灵活的组装运用像这里呢，我们有时候呢会看到断面呢会有一些端塞呢来跟它做配合一般呢，我们铝合金呢像是铝极型它的断面这边呢都是非常锐利的那这里呢，所以我们往往呢，第一个呢当然是美观，我们可以把它塞起来那再来呢，我们防止刮伤所以这里呢，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办公室的 OA 办公桌我们也会看到说它也是很多的是用铝极型呢来做组装搭配的
好，那这部分呢就让大家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铝脊型，或者是说工厂产线里面呢也会看到这类的字具，或者是桌子产线呢也是用铝脊型来做成的呢。甚至我们可以在底部呢锁一块铝板那铝的话材料也有铝平板，那平板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公牙，公牙之后我们可以锁脚垫或是锁移动轮，然后呢这边呢再搭配一些内部的结构，我们这里呢像是一个螺帽那螺帽的话当然会有铝脊型专用螺帽，我们就可以再跟这边的铝脊型做搭配，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的应用当中呢，我们都是没有用焊接的我们都用螺丝来锁附就可以达到的。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二种第二种一样类似的应用，那这边呢当然是用我们不同种类的铝脊型的断面甚至呢有时候呢它的断面是非常多元的一般呢我们这个铝脊型呢，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来做开模。我们刚前面的章节有介绍到，只要模具呢，我们把我们想要的形状给我们模具的制造商，让他们来做评估。评估完之后呢，如果当然有部分如果是特征上需要修正的呢，厂商会给我们做回馈。那一般呢，我们如果有大概理解一下呢，一般这样子呢，铝脊型往往都是做得出来的。那当然，如果部分没有办法的，我们当然做回馈之后来做修正就可以了。所以铝脊型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只要你想得到、做得出来。模具做得出来，然后做得到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做开模来运用的。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是一些滚轮我们也可以搭配呢像是轴承类的，在轴承类一样呢，我们这边也是透过螺帽的部分铝脊专用的一个螺帽那来做一些选用。那选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生产线来做运用来做一个输送台。一样底部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厚一点的铝板来跟铝脊做锁附当然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些肋来做补强避免说我们可能这个呢是比较载重的，那载重的话我们就是要一些补强，特别是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那透过这样的补强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体的结构呢它就是会非常坚固的。那我们用比较厚的铝材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能要锁附的一些牙呢是比较大的，或者是说承载是比较重的一般呢铝材呢跟铁材不一样，铁材当然相对的强度会比较好。那铝材的话呢，我们如果要锁附牙的话，特别是有这种载重的话呢一般呢要用比较多的牙身你至少要 1.5 倍至2倍以上的牙身。如果说你的铁材呢是用10 mm 的话，那你用铝材的话会建议至少要15至20以上会比较保险大概是这个方向。再来我们来看第三种第三种的范例一样也是类似这样的应用设计当然也有类似这种U 字型的我们的铝材那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搭配的应用。那这里呢我们应用的时候呢这个空间我们就可以闪一些螺丝头或是一些5金的一些素材以及说跟我们的铝脊来做搭配当然我们也可以跟一般铁材的钣金来做搭配这边也是非常的方便。那这边呢我们都是透过锁附的所以我们在铝材呢我们可以去做钻孔公牙，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去锁螺丝那这个部分当然呢我们要留有一定的肉厚，我们才可以去做公牙嘛所以这边呢就会依照我们想要的形状，所以我们会留一些肉厚那跟孔洞呢来做公牙所以我们在模具制造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洞留好，留好之后呢我们就后加工来做公牙，那公牙之后我们就可以来锁螺丝，一样是非常的方便来做使用的那我们来锁附之后呢，固定了几个滚轮，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生产线的一个台子来做使用。那我们再加一些移动轮或是脚垫，我们就可以自由的移动它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透过不同的产品，你可能有不同的生产线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铝己型来做这些搭配的应用铝己型呢，因为呢它是铝材的话，它相对呢是比较轻的，所以我们在搬运或是在运用上呢就会比较灵活一点，而且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铝己型的形状呢由我们来定义或者是说我们一般也有公规品可以买得到所以买来之后呢，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做组装搭配，所以是相当方便的。好，那这里呢，就让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身边厂房呢，就常常会看到铝己型这类的一个设计的应用呢？好，那这边呢，让大家来去认识跟理解它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铝合金的认识篇。那铝合金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了解到铝合金的材料是什么？刚有提到说有可以热处理跟不可以热处理的。那这当中呢，我们就会看到说热处理它的特性呢有强度跟延展性相对应的关系以及说我们铝合金呢，虽然呢它有氧化层的保护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去做阳极处理来增加它的耐腐蚀性。那这部分呢除了这样子，我们在阳极处理呢会有不同的颜色可以做选择，以及说亮面雾面的选择，或者是说我们要做硬质氧化，俗称的硬氧处理呢，来增加它的强度。那这部分呢除了铝合金的素材以外呢，我们呢最经典的就是铝己型。那铝己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到底呢它是怎么样呢透过模具把它挤压成型的呢那这边呢就有提到内径跟外径之间的搭配当然模具方面呢会有更专业的这部分呢我们就是如果有兴趣的，我们再做深入的探讨。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铝合金呢应用呢是非常的广泛呢像是铝己型的运用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以及说铝合金呢，我们呢可以透过焊接或是车铣钻攻牙等等的方式呢来做不同的搭配应用。就看各位呢想要什么样的设计跟结构呢，我们都可以试着用铝合金这个材料呢来做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构或形状外形来做搭配应用咯。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